王熙凤是荣国府里最活跃的女性角色，她对上要应付贾母、王夫人等高层，对下要管理调度众管家奴仆。按照丫鬟乔姐的话说，荣国府内每天的大事小情，成千上万的银钱，都是从她的一个口、一个心里调度完成。在王熙凤身上，最能体现传统中国的家族管理思路。《红楼梦》作为一部展现家族兴衰的作品，在这一方面着墨颇多。在书中，我们时常能看到王熙凤处理家庭事务的场景。早在林黛玉进贾府的章节，就有这样一段描写。只见王夫人问道：“月钱放过了不曾？”熙凤道：“月钱已放完了。才刚带着人到后楼上找缎子，找了这半日，也并没有见昨日太太说的那样的。想是太太记错了。”王夫人道：“有没有？什么要紧？”因又说道：“该随手拿出2个来给你这妹妹去裁衣裳的，等晚上想着叫人再去拿吧，可别忘了。”熙凤道：“这倒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不过这2日到的，我已预备下了，等太太回去过目了，好送来。”王夫人一笑，点头不语。从这一段描述，我们能感受到王夫人对家族库房里储存的情况已不甚清楚。她同时又问王熙凤月钱放过了不曾，表明她对家事的关心，但具体经手的却是王熙凤。在王熙凤说她已为林黛玉准备了做衣服的缎子时，石头记贾诩本有段批语：“余知此段阿凤并未拿出，此借王夫人之语，机变欺人处耳。若信彼果拿出预备，不独被阿凤瞒过，亦且被石头瞒过了。”脂砚斋明了曹雪芹的创作意图，即他要写出王熙凤在对王夫人玩弄心眼的手法。在王夫人一笑点头不语之旁，脂砚斋又批道：“深取之意。”他是揭示出了对荣国府家庭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人事安排，即王夫人只是名义上的负责人，但她已放权，实际上是王熙凤在当家。后续情节中，作者又多次点染这一个重要的人事安排，王夫人甚至屡次提及月钱发放的问题，而王熙凤则次次都是用谎言搪塞过去。我们读者自然明白，王夫人之所以反复关心月钱发放的问题，就是因为月钱常常发放不及时。而王熙凤之所以能明目张胆地撒谎，3言2语就取得王夫人的信任，一方面说明了王夫人确实已经不大管事，凡事任由王熙凤裁夺；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王夫人早已知道王熙凤的所作所为，而选择不去深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王熙凤对待贾母、王夫人极尽恭维和奉承，处处讨好贾母等人，以博取他们的欢心。而王熙凤对待下人，则一贯采取严酷镇压的行事风格。她的人生格言是不信任何因私报应的说法，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以利益为重。因此，她说任何谎话，做任何恶事，都不会背负道德的压力。可见，王熙凤在管理家族事务的过程中，总是拥有2副面孔，一副天使的面孔对待上级，一副魔鬼的面孔对下属，而欺上瞒下的行为已经成为了常态。而且他的这2种截然不同的行事风格还特别奏效，处处左右逢源。王熙凤的这种心态其实代表了大多数当权者的普遍心态，而王熙凤的2副面孔也是古代国人的普遍面孔，也就是鲁迅口中的对着当权者显示出绵羊一样温顺的性格，对着弱势人群则显示出恶狼一般凶恶的嘴脸。按照我们之前的分析，自秦汉以来，统治者便利用法家思想建立起了一套严刑峻法的法治思想，来镇压试图反抗的民众。另一方面又编织了一套以儒家思想演化而来的君臣父子伦理纲常的道德网络，来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这就是史学家们所说的儒皮法古。
但在统治者这里，他们显然只相信人性本恶的法家思想，并用来实施严酷的镇压，却要求民众相信人性本善的儒家思想，要他们讲仁义道德。而统治阶级作为法律的制定者、实施者和监督者，法律对他们其实是无效的，他们可以轻易地躲过法律的制裁，无底线的作恶。又由于他们占据了伦理道德的制高点，严苛的道德规范在他们身上也是失效的，于是他们可以道德沦丧到无以复加，而不用背负任何道德压力。作为普通民众，则要承受来自法律和道德两方面的压力，从而处处碰壁，举步维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的内在矛盾，就构成了中国古人总是很难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根源。